话说东汉末年，那真是乱世出英雄。在庐江舒县，也就是现在的安徽庐江西南部，那地界儿咕咕坠地了一个男娃。这男娃可不简单，他就是咱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周瑜，字公瑾。这周瑜啊，可不是普通人家的小孩，那是正儿八经的官宦世家出身。你想啊，祖上都是当大官的，那家底儿肯定殷实，从小接受的教育自然也是顶尖的。所以啊，这周瑜从小就聪明好学，琴棋书画那是一样不落，而且还精通音律，随便拨弄几下琴弦就能让人如痴如醉。更要命的是，他还长得那叫一个俊美，用现在的话说，那就是个小鲜肉，迷倒万千少女不在话下。所以当时的人都称他为周郎。这郎啊，可不是随便叫的，那是对年轻俊杰的尊称。你想想，出身好，长得帅，又有才华，这简直就是老天爷的亲儿子啊。不过周瑜可不是那种只会耍嘴皮子的花架子，他从小就胸怀大志，渴望建功立业，报效国家。这周瑜的人生啊，就像一出精彩的大戏，而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角色就是孙策。这孙策那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，人称小霸王，勇猛无比，志在平定江东。他爹孙坚那也是个响当当的英雄，可惜早早就战死了。孙策为了继承父亲的遗志，带着一帮兄弟在江东四处征战。周瑜和孙策那可是从小就认识的，两人年纪相仿，性格相投，很快就成了生死之交。用现在的话说，那就是铁哥们儿。那时候孙策想在江东闯出一番事业，手头却缺兵少将，正发愁呢。周瑜二话不说，就把自己家的兵马借给了孙策，这可不是小数目啊，可见周瑜对孙策的信任和支持，这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做到的，那得是过命的交情才行。有了周瑜的帮助，孙策如虎添翼，一路攻城拔寨，势如破竹，很快就在江东站稳了脚跟。周瑜也跟着孙策南征北战，出谋划策，屡立战功。那时候周瑜主要负责后勤保障和战略规划，他把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，让孙策可以安心在前线冲锋陷阵。可以说孙策能平定江东，周瑜功不可没。你想啊，两个年轻人一起打拼，一起奋斗，那感情自然非同一般。他们既是战友，又是兄弟，彼此信任，彼此支持，共同为了一个目标而努力。这种情谊真是让人羡慕啊。他们一起喝酒，一起谈论天下大事，一起为了共同的理想而奋斗，那画面想想都让人热血沸腾。欢迎来到以墨说史，在这里我们将深入探讨中国古代历史有名的人物，解锁古人一生的奥秘。喜欢我的视频，别忘了订阅，一起踏上这段启发心灵的时光旅行。可惜天有不测风云，就在孙策的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，他却不幸遇刺身亡。这对于江东集团来说，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。孙策临终前把江东的重任托付给了他的弟弟孙权，同时也嘱咐周瑜一定要好好辅佐孙权。这孙权虽然年纪轻轻，但也是个有主见的人，他知道周瑜是孙策最信任的将领，也是江东集团的核心人物，所以对周瑜非常器重。周瑜也没有辜负孙策的嘱托，他临危受命，稳定江东局势，拥立孙权继位。你想啊，孙策刚去世，江东内部肯定人心惶惶，
外部又有强敌环伺。这时候周瑜能够站出来稳定大局，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。他不仅要安抚人心，还要处理各种复杂的政治关系，真是压力山大啊。他要面对那些对孙权继位心存疑虑的老臣，还要防备那些觊觎江东的外部势力，真是如履薄冰啊。在周瑜的辅佐下，孙权逐渐站稳了脚跟，开始着手发展江东的经济和军事实力。周瑜主要负责军事方面的工作，他一方面加强军队的训练，提高战斗力，另一方面积极与刘备联盟，共同对抗曹操。那时候曹操已经统一了北方，实力非常强大，对江东虎视眈眈。孙权手下的很多大臣都主张投降，认为根本无法与曹操抗衡。但是周瑜却力排众议，坚决主张抗曹。他认为曹操虽然强大，但也有很多弱点，只要能够抓住机会，就有可能战胜他。你想啊，在那种情况下，周瑜能够坚持自己的主张，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和魄力啊！他不仅要面对来自内部的压力，还要承担战败的风险。如果他稍有动摇，江东可能就落入曹操之手了。他要说服那些胆小怕事的大臣，还要鼓舞士气，让大家相信能够战胜曹操，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公元208年，曹操率领大军南下，想要一举吞并江东。面对强大的曹军，孙权和刘备决定联合抗曹。而这场战争的关键就在于周瑜。赤壁之战，那可是中国历史上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。周瑜在赤壁之战中展现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，他利用曹军不习水战的弱点，采取火攻的战术，一举击溃了曹操的大军。你想啊，当时曹操的军队数量是孙刘联军的好几倍，而且装备精良，士气高昂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周瑜能够以弱胜强，这简直就是一个奇迹。他不仅要制定周密的作战计划，还要鼓舞士气，稳定军心，真是太不容易了。他要分析敌我双方的优劣势，要制定出最有效的作战方案，还要考虑到各种突发情况，真是殚精竭虑啊。赤壁之战的胜利不仅保住了江东，也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局面。周瑜也因此声名鹊起，成为一代名将，他的名字也永远地被载入了史册，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耀眼的将星之一。赤壁之战后，周瑜乘胜追击，攻占了南郡，为江东夺取了重要的战略要地。南郡地处长江中游，是连接南北的重要枢纽，控制了南郡，就等于控制了长江的咽喉。你想啊，周瑜能够抓住战机，扩大战果，这充分说明了他的军事眼光和战略思维。他不仅善于打仗，还善于把握时机，为江东争取更多的利益。他要考虑到南郡的地理位置，要分析敌人的兵力部署，还要制定出最有效的进攻方案，真是运筹帷幄之中，决胜千里之外。就在周瑜的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，他却做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决定。他向孙权提出攻取西川的战略计划，希望以此扩张江东的势力范围，与曹操、刘备形成三足鼎立之势。西川就是现在的四川盆地，那里地势险要，物产丰富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要地。周瑜认为，如果能够攻取西川，江东的实力将会大大增强，就有可能与曹操、刘备争夺天下。你想啊，周瑜的这个战略计划非常有远见，也很有魄力。他不仅要保住江东，还想进一步扩张势力，实现更大的目标。他
他要考虑到西川的地理环境，要分析刘备的实力，还要制定出最有效的进攻方案，真是雄心壮志啊！然而天妒英才，就在周瑜积极筹备攻取西川的军事行动的时候，他却不幸病倒了。公元210年，周瑜在巴丘（今湖南岳阳）病逝，年仅36岁。你想啊，周瑜正值壮年，正是建功立业的好时候，却突然离世，这真是太可惜了。他的去世不仅是江东的一大损失，也是中国历史的一大遗憾。他还没有实现自己的理想，还没有看到江东的未来，就离开了人世，真是让人扼腕叹息。周瑜临终前仍然心系江东的未来，他嘱托孙权继续发展壮大，不要辜负了他的期望。孙权对周瑜的去世非常悲痛，他亲自为周瑜送葬，并给予了周瑜极高的评价。周瑜的一生虽然短暂，但却充满了传奇色彩。他既是运筹帷幄、决胜千里的儒将，也是英俊潇洒、风流倜傥的才子。他忠诚于孙氏政权，为江东的稳定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。他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气，为江东开创了一片新的天地，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。然而，在后世的评价中，周瑜却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。这主要是因为《三国演义》的影响。《三国演义》为了突出诸葛亮的智慧和才能，把周瑜塑造成了一个心胸狭窄、嫉贤妒能的反面人物。你想啊，《三国演义》毕竟是一部小说，他为了情节的需要，对历史人物进行了一些夸张和虚构。周瑜在《三国演义》中被丑化，这其实是对历史的一种歪曲。他被描绘成一个处处与诸葛亮作对，最终被诸葛亮气死的形象，这与真实的历史相差甚远。事实上，周瑜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才，他不仅军事才能出众，而且政治智慧也很高。他善于团结人才，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的关系，为江东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他是一个真正的英雄，一个值得我们尊敬和怀念的历史人物。周瑜的故事被广泛流传，成为文学、戏曲、影视等艺术作品的重要题材，塑造了许多经典的人物形象。虽然在不同的作品中，周瑜的形象有所不同，但他的英雄气概和才华横溢却始终令人敬佩。他成为了一个文化符号，代表着智慧、勇气和忠诚。周瑜的一生充满了辉煌与遗憾，他既有成功的喜悦，也有失败的痛苦。他既有被人称赞的时候，也有被人误解的时候，但他始终坚持自己的信念，为了自己的理想而奋斗。他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英雄。周瑜的早逝是江东的一大损失，也为后世留下了无尽的遗憾。如果他能够活得更久，或许江东的命运将会发生改变，或许他能够帮助孙权统一天下，或许他能够为中国历史写下更加辉煌的一页。周瑜究竟是天妒英才，还是命运弄人？或许这正是周瑜留给后世最大的谜题。或许我们永远无法知道，如果周瑜没有早逝，历史将会如何发展。总而言之，周瑜是一位值得我们尊敬和怀念的历史人物。他的故事不仅是一段历史，也是一种精神。他用自己的才华和努力，为我们展现了一个英雄的形象，也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。他告诉我们，要胸怀大志，要敢于拼搏，要为了自己的理想而奋斗。希望您听完周瑜的故事，能够有所感悟，有所收获。记住，历史人物是复杂的，我们不能简单的用好坏来评价他们。
我们要从不同的角度去了解他们，去理解他们，才能更好地认识历史，更好地认识自己。我们要学习他们的优点，也要吸取他们的教训，才能更好地面对未来。周瑜的一生短暂而辉煌，充满了传奇色彩。他既是运筹帷幄、决胜千里的儒将，也是英俊潇洒、风流倜傥的才子。尽管后世对他的评价褒贬不一，但不可否认的是，周瑜在三国历史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他的故事至今仍被人们津津乐道，引发着人们对英雄、命运和历史的思考。他究竟是天妒英才，还是命运弄人？或许这正是周瑜留给后世最大的谜题。